没想到这家店的老板也太随意了吧！休息几天，也不说从几号休息到几号。一只大螃蟹从鸡油色的花雕酒中探出头来，守护着这世上最后一碟纯净如雪的陈村粉。我现在在长安去广州的高铁上，就上次广州美食 vlog 过去之后。这了，那个广州美食 vlog 发布之后就要好快走，非常一直咳嗽。哎，还是配音算了。当时我在长沙去广州的高铁上被一个糯米糍呛到了。我原本的台词是广州 vlog 之后呢，我的信箱快撑爆了，收到了好多压箱底的美食推荐，还有好多外省外甥女要带大姨吃的。我都认真记下了你们的私信推荐，谢谢你们。所以这次第一站就是顺德。我身后的这家店呢，就是我这次来顺德要吃的第一家店了。这家店也是粉丝推荐最多的一家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快1点才进店的，大厅还坐了很多等位的人，听口音至少都是广东的，那我就放心了，不会踩雷的。A13，请您用餐。这是一家主打陈村粉的名店，感谢粉丝推荐，让我发现了在香港一直都没舍得吃的鸡油花雕蟹陈村粉，香港卖1000港币，这里只要288，太棒了，赶紧点起来。第一道菜会不会就是我的鸡油花雕大肉蟹呢？是鱼饼啊，长得蛮朴素的。好紧实啊，像我做的墨鱼扒一样。鱼饼上镶了一粒粒的小蟹子，还有一股脆脆爽爽的清凉感，应该是放了马蹄粒，但确实咸了一点。招牌的鱼肚鱼蓉羹，我觉得太淡了，好在刚吃的是咸咸的鱼饼，用淡淡的鱼羹清一清味蕾。再来迎接我的，哎，是同桌点的排骨陈村粉啊！进来的时候看到每桌几乎都有这道菜。排骨和一般茶卤里的味道差不多，陈村粉很薄很糯，晶莹剔透，黏黏的。好滑，酱汁不均匀，得拌一下。拌匀之后啊，每立方毫米都蘸上了咸香的酱汁。这陈村粉比我之前吃过的都好吃太多了。那我的鸡油花雕大肉蟹岂不是？来了，一只大螃蟹从鸡油色的花雕酒中探出头来。抱着必死的信念，守护着这世上最后一碟纯净如雪的陈村粉。好感人的画面，好浓烈的酒香，只要稍微凑近一点点，就会被迎面扑来的酒香直击灵魂。醇厚又温暖的花雕香，肆无忌惮地在空气中弥漫。陈村粉在花雕中滚了几个来回之后就醒酒了，粉皮完全舒展开来，筷子上的重量也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是时候了。好吃啊！鸡油的口感，花雕的香味，简直绝配啊！缺了花雕会腻，少了鸡油会呛，汤汁包裹着细腻的陈村粉，满嘴油香酒浓，一同爽滑入喉，吃得双颊泛红，回味其乐无穷。连吃了好几碗，简直无法自拔啊！吃完粉想喝口茶休息一下，发现碟子里的小蟹对我嫣然一笑，我的灵魂都要出窍。蟹肉好嫩啊，仿佛刚刚熟，清甜鲜美，完全不沾牙齿。蘸点鸡油花雕吃，汤汁浓郁，蟹肉清新，就像10几岁的小女孩偷穿姐姐的高跟鞋。我的魂刚回来，又被勾走了。吃完蟹，我已经12成饱了，但是咸甜搭配的好习惯还是不能丢啊！点了一份炸牛奶，看看这金黄色的外衣多么紧致，色泽多么均匀啊！奶香很浓的，细腻又绵滑，并不是很甜，外衣的油花感也比较弱，整体口感很清新，吃起来毫无罪恶感吧。我们刚刚买单买了416块钱，我开始说错了，这个花雕蟹只要238，还不是288。我觉得真的很值了，有这么大一只螃蟹，而且我现在已经完全变成花雕蟹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花雕蟹真的太好吃了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今天的第2家酒楼了，这边呢是一家苏州菜，
点的全是我之前没吃过的东西。首先上的是轮角糕，菱形的轮角糕做得很精致，白白净净的，看起来有韧性。这弹性，来给姨端一个。咬一口很甜，网上说轮角糕不怎么甜的，可能他家是韧性的轮角糕吧，像是更甜更精致的发糕。这个就是我点的桑拿鸡，虫草花是打底的，上来一个大铁锅，先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和湿度，再把虫草花和生鸡肉块赶进去蒸桑拿，别想溜。主菜在桑拿，好在鱼生来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草鱼刺身，配一碟鱼皮以及一大碟配菜，有笋啊、萝卜、蒜瓣、姜丝、洋葱、野山椒这些，这品种也太丰富了吧！倒上花生油，加入鱼生，再淋一圈花生油，撒点盐和咸菜，拌匀就可以吃了。要不是刚刚吃了2片轮角糕打底，我还真没有这耐心拌到均匀再吃。怎么说呢？这是个没吃过的味道，花生油的滋味很浓，其他笋和洋葱什么的都比较温和，整体口感是脆脆的，鱼生很薄，肉质很韧，缺点就是偶尔能感觉到小鱼刺卡住牙齿。单吃鱼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全是蘸酱的味道，还是一大把塞到口里比较韵味。这个叫美食，怎么吃饭？鱼肉做成鱼生，鱼骨还可以选择蒸或者椒盐，肉好嫩的，用嘴巴稍微抿一下就这样了。顺德人民真实在，你买了这条鱼，那它身上所有的细胞都属于你了。终于，我的主菜即将走出桑拿房，白嫩的鸡肉在闪光啊，仿佛刚刚沐浴过仙气，还蘸着清晨的露珠。这是什么神仙鸡啊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嫩，皮滑肉嫩的，还有弹性，飘着一股复杂又淡雅的香味。鸡好好吃。为了减肥，我最近都不吃鸡皮的。然而这个鸡皮滑不溜秋的，在嘴里转了几圈之后，才能感受到它的脂肪，还有一股神秘的香气。原来如此，给鸡做桑拿的不是普通的水，而是鸡肉和药材一同熬煮的高汤，难怪这鸡肉身上萦绕着一股神秘的香气。鸡汤太淡了，完全没有调味，我来加点盐吧。好多了。我觉得我今天一天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，他们这边会把所有的食材，就是只要你买了的，把每个部位呢能操作就都给你摆上桌，然后他们还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它最好吃，发挥它的最大的美味。今天是到顺德的第2天，本来我是想像一个顺德人一样吃个早餐，喝个红米酒啊，生滚粥什么的，没想到这家店的老板也太随意了吧。休息几天，也不说从几号休息到几号，但是说不定他已经休息了好几天了。你听，这里面一直有电话声在响，估计也是想问老板什么时候开门吧。有人吃过这家吗？好吃吗？哎呀，没开门就只能换地方了。另外一家想吃的店在10几公里之外，早餐直接变中餐了。这家店是用顺峰山的山泉来包粥底火锅的。我们的粥现在已经来了，粥水这个是调味的，多啲豉油油俾佢。放那个生抽，然后放油就可以了然后再喜欢觉得吃辣好一点你才放好的。葱和姜是餐厅后院种的，特别新鲜。这里的花生油超级香，再淋上一些生抽，不要多了，回家就可以按这个配方蘸火锅吃了。这个蘸酱真的是我这几天吃过最美味的了。它这个有一个特色叫做无骨鲫鱼，鲫鱼那么多骨和刺，怎么可以做到无骨呢？我非常的好奇。很快我的菜就上桌了，鲫鱼片片得很薄，到底有没有骨，只有吃了才知道。过姜肠、猪肝、牛肉、猪红都是又新鲜又干净的样子，现在就等开锅下菜了。
煮开之后，一股清甜的米香袅袅升起。顶着30多度的烈日，坐在没有冷气的农家户外，听着后院的蛙鸣蝉叫，焦急地盼着一锅清汤寡水的无米粥，这种心情只有来过顺德才能体会到了。鲫鱼片烫了10几秒钟就出锅了，裹着粥水轻薄晶莹外衣的无骨鲫鱼到底是什么味道呢？的时候还会偶尔有小骨扎到嘴唇，今天这个鲫鱼吃了半盘都完全没有骨感啊！昨天已经吃过椒盐鱼骨了，今天的鱼骨就用蒸的吧。顺德人的厨艺真是没得说，肉和昨天吃的椒盐鱼骨一样嫩，也是用嘴唇吃的，基本上不需要牙齿出马。酱汁看着颜色重，其实比较淡，凸显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椒盐的味道。鱼还没吃完，服务员就把牛肉先下锅了。牛肉切得比较大片，纹理很漂亮，脂肪很少，应该是里脊。新鲜的牛肉挂着轻盈的山泉粥颗粒，再滚上一层咸香的酱汁，有点难嚼，煮太老了。老板正好路过，看到我碗里的牛肉之后，眉头一皱，说这一看就煮久啦，怎么搞的啊？马上重新帮我煮了一些。你看，马上捞出来，最后捞出来时间都不同，都不一样。看看现在老了没有？2份牛肉。米粥最重要的就是火候，比如这个肠就要先用沸水烫一烫杀菌，再转小火泡熟才是最好的口感。肠这个东西吧，我总担心它会有味道，所以多裹一点酱好了。闻着还行，吃上去很脆口，不难嚼不难咽，但是多嚼几口还是感觉到了一丝肠味。很多人对这股味道情有独钟，比如点这道菜的同桌。接着是猪肝，这时候店里又多进了几桌客人，老板依然守在这里帮我掌握火候，压力好大。猪肝和我想象中一样鲜嫩，原汁原味都很好吃，这个我可以多吃几块。当地人吃饭的时候都会习惯配一瓶这个红米酒，那我今天也弄了一瓶，但是我觉得一次是很难喝完的，所以我也像他们一样把我的名字写在这里了。大家来这边报名料理的名字，然后大姨就请你们喝酒。存完酒的我已经9成饱了，但还有猪红没吃啊。和牛肉不同，猪红需要久煮。老板说杀猪的时候，前段的血有杂质，后段的血又会凝固，都不能要。他只选中间段的，口感最滑嫩。出锅之后啊，把所有蘸料拌进去吃。猪红不像我想象中那种滑溜溜的口感，而是带一点粗糙肌理感的。这种口感的猪红好久没有吃到过了，香味醇厚，偶尔会有一口浓重的辣味，爽啊！所有食材下锅完毕，原先用来熬这锅粥水的米又被重新倒回了锅里。粥水早已吸收了各种食材的精华，只要加上简单的盐和葱花调味，不用我多说，你们都知道有多鲜了。顺德人民真是实尽其用，一点都不浪费，还如此美味啊！现在我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店家是如何做到无骨鲫鱼的？老板的回答是：这个简单呐，顺德男人都很会做菜。说着就拿出了一把大菜刀。那骨头就在这个部位。哇，怎么样？你们学会了吗？入座之后发现，这还真是一家猫狗双全的店铺呢。同样是粥底火锅名店，这家用的是迷你小砂锅，
不知道是之前的大锅好吃，还是这个小锅好吃呢？白天吃过之后呢，现在有经验了，它这个是帮我们配好了的，就不用自己调，估计也是花生油、生抽，但它这个没有葱，只有姜，然后姜切的也比白天那个要粗一些。没错，果然是这个味道。眼前的这份牛肉就是店家的招牌，打上一颗生鸡蛋，肉要片片分开，上面还裹着蛋，肉一定要嫩，所以不宜久煮，多试几次就能掌握好火候了。挂着滑嫩牛肉的鸡蛋，挂着滑嫩鸡蛋的牛肉会很惊艳吗？哦呼，牛肉好滑，比之前那家的更容易入口，口感很像吊龙，虽然也比较大块，但是会更薄，蛋液的香味很明显，不愧是店家的招牌啊！我现在已经是个无骨鸡鱼迷了，看到就忍不住要点。我觉得他们这个切法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白天那个刀工会好一些。我们煮一下看看口感看有区别。粥水的话，这个过滤的也没有白天那个干净。没有服务员帮忙，火候全靠自己，一不小心就煮久了，而且居然吃到了鱼刺。鱼肉倒是挺鲜美的，只是口感完全不如之前那家。给你也吃一点吧。这油条倒是看起来不错，煮很久都不会散不会烂，软绵绵的，吃的时候要当心烫。一边吃一边还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小锅，时不时搅拌一下，不然会烧糊的。还点了份陈皮骨，陈皮香挺重的，但是水分太多了，酸酸的软软的，不怎么好吃。我比较推荐的是牛肉和油条。买完单出来，又看到了可爱的招财狗，不知道老板是怎么训练它的。这狗狗不管是客人进门还是离开，恭喜发财就没有停止过。28363459。没有人接，不知道老板要放假放到什么时候。我这次是吃不到了。唉，你们要是在顺德的话，可以去试一下。不过也有可能老板不开门。